交世间知己，有网络同好，节目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友记。之前那一期喷涂 MG 白雪姬的视频呢，还是有很多同好关注了的。当然呢，也有很多同好私信或者留言，想详细了解一下我的制作过程和喷涂颜色的一些比例。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把我制作时候的一些记录视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在这里呢，我也想提前说明一下，免得呢大家骂街。那就是我本以为我记录的比较详细的视频，但是真正到整理视频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有100多个 G 的视频是不少，但是呢好像有一些我想跟大家说的点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也怪我之前做类似喷涂的视频比较少，没什么经验。因此呢，如果大家还有想了解的地方我没有讲到，也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来进行讨论，望同好们海涵。首先拼装这一块不需要过多的讲述，最主要的就是注意打磨。相对于速度玩家来说，这一步确实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不需要喷漆嘛，因此只需要平水口即可，而且打磨不好的话还容易产生划痕。但如果想要喷涂的话，打磨水口和毛边这一步就是必须的了，不然用不到上漆，单补涂检查这一块看着就已经很恶心了。因此呢，如果有想喷涂的同好，切记打磨这一步可不兴省啊。不过如果不去参赛或者过不了自己心坎这一关的话，其实用不着从800目的砂纸一路打到1500目或者更高，直接1200目的砂纸招呼就可以了。之后的补涂基本上可以拯救85%以上的砂纸划痕，所以说放心打磨，干平它。全部速度完成之后呢，就是拆了它。我现在肯定不如某些大神啊，依然还是逃不过预组装这个环节，并且我也需要在这个步骤来看一看我需要在什么地方加深刻线和设计新的刻线。其实这一步呢，我也已经完成了大腿外甲的刻线和前裙甲刻线的设计以及制作。可惜啊，我没有记录这一块，是真他妈连哭的心都有了。但这次呢没办法，只能吸取教训了。下次再喷涂的时候呢，就知道应该如何详细记录什么地方了。不过话说，下次喷涂模型的时候就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嘿嘿嘿。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同好们一个小建议，就是在预组装的时候呢，除了常规操作的半装裁切以外，还可以把零件不完全扣合，以方便之后的拆解，并且呢减少拆卸时的断装风险。当然，如果像我这样内骨骼统一喷涂一种颜色的情况，骨架这一块呢，也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不做拆解或者做部分拆解，这样呢能省去一定的喷涂时间和油漆。全部拆解完之后呢，咱们就要开夹了。这种枯燥的工作呢，我们快进就好了。好，终于来到喷漆环节了。我说明一下啊，我家里边没有什么喷涂的空间，因此平时的喷漆都属于卫生间操作，大家忽略就好。喷笔和漆泵呢，依然还是优速达的 S150和喵酱的便携式手持漆泵。设备简陋，大家也就不要做过多的苛求了。在这里呢，我需要再解释一下，以免引起误会，就是我这次所分享的仅限于我使用的喷漆系列。因此呢，在操作和经验上可能跟油性漆或者珐琅漆有些许不同，而且我的几台模型的喷涂都是用的酋长大陆的水性喷涂系列，经验方面呢，肯定比油性漆或者其他水性漆的经验要更丰富，所以呢，在这方面同好们就不用杠了。首先呢，还是补涂，我也使用的是酋长大陆的水性喷涂系列，因为主要是毒性较小的原因，而且95%的酒精2:1稀释即可。强调一下啊，补涂是必须的。不然漆面强度一定会大打折扣。补涂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喷，如果零件大的话，可以把出漆量调大，大面积喷涂即可。补涂要做到完全覆盖，不能太厚，也不能是薄薄的一层。我个人经验啊，就酋长大陆的补涂，一般2到3层全覆盖，完全干透之后，就可以得到不错的补涂强度了。经过了2-3天的不连续操作呢，补涂终于是喷完了。好了，大概经过48小时的日光晾晒呢，基本上补涂也就干透了。接下来呢，就是颜色层的喷涂了。其实白雪姬的颜色层这一块相对简单很多，我使用的呢是酋长大陆的 SM5529 高达白、SM9200 NB 金、NB 8069骨架色和自己调的土灰色和浅灰。灰色呢是酋长大陆的 SM5015 淡灰，加了大概30%的白色调整出来的。
而由于淡灰本身就有一点点的偏蓝，因此我在调漆的时候呢，也就没有再往里边加蓝色了。至于说这个灰土色我是怎么调整出来的，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我主要还是想极力的还原官方 Fix 白雪姬的那种灰土色的配色，但我敢肯定，我是用了少量的红色、橙色，大量的灰色和白色，中间呢应该还加过一些蓝色。总之，我是一边调一边喷，从而最终才得出了这个我想要的颜色的。当然，这个颜色最终所呈现的效果来说，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同好们如果想要这个颜色的配比的话，那真的是恕难奉告了，因为你让我再调一次，我都不一定能调出来。整个喷涂过程呢，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能拿出来讲的呢，也只有2个点，一个是阴影，就是说手持泵能不能喷阴影呢？肯定是能的，只不过就是喷笔的选择要找一些高质量的喷笔，并且在技术上呢也要勤加练习。我这里的阴影呢，喷的就是一些淡阴影，肉眼可见，但是在视频上可能就很难看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金色的喷涂，我这里选择的是用黄色打底，因为补土呢是灰色的，如果直接喷金色的话，金色的发色就会比较暗淡，因此呢，我使用的是 SM5006 黄色打底，然后再喷金色，这样呢，金色的发色就会比较明亮，看着就会舒服很多。整体的白色和整块的金色零件喷完呢，就要开始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和之前的刻线设计来做分色遮盖了。我们都知道啊，这是最痛苦的一个环节。当然，揭掉遮盖带时候的那种爽快感，能极大的弥补这一痛苦。遮盖分色这一块呢，我基本是选择了之前调出来的这种浅灰色来作为白色的点缀分色，而之前本身就是灰色的零件呢，我则是选用了 SM9211秩序银来作为灰色的点缀分色，而这呢也就有了类似于这样的效果。来，咱们来拆遮盖。
所有的遮盖拆除之后呢，再把喷涂好的零件整理一下，就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最终组装，也就是我们最终可以看到成品的时候。开心吧？反正我这个时候是很开心的。剪辑到最后呢，我发现之前漏掉查看的两段视频里面呢，有关于盾牌小机刻线和分色设计，以及武器的颜色再设计的视频，在这里呢补充一下。飞机的小机翼的金色呢，我觉得和盾牌上那块类似于驾驶舱的金色的分色呢，都有些太平了，没有细节，因此呢，我重新设计了刻线和分色，使得其在观感上更舒服一些。而武器呢，最初我就没有想使用官方的那个枪黑色，最主要的我是觉得过于单调了，因此呢，我便使用了高达白、淡灰、自己调的浅灰和金色做了一下重新涂装，出来的效果呢，不能说有多惊艳，但是跟整个机体是相得益彰的。而补充的这两块呢，也不能说做的有多好，算是给同好们一个参考吧。好了，可以再看一次组装之后的成品展示了，并且呢，在视频整理期间呢，我还喷涂完成了国产配件矮星炮。这样呢，整个白雪机也就不差门了。那么本期的教导机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三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导机喷涂分享，废话不多说了，上视频。